这回的金银比较多，让后班的衙役多来一些。打开大门，เข้า！烧成一片白地。您看看吧，真是造孽呀！善金局自绛州大监沙尔汉起，共146员，南亚省军50员，总196人，无一生还。从范住房直至后巷班房，6房14所，300余间房屋，全部被烈火焚毁呀！善金局自太宗朝起始经营，历百年，谁料想今日却付之一炬。浩劫呀，真是浩劫呀！陆大人在，依你之见，此次火灾起因为何呀？回国老，善金局内多致炭火，粗算下来，仅熔银用的火池便有40多个。以卑职看来，定是火攻不慎，令大量火炭外泄，
引着易燃之物，这才酿成惨祸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场火灾是个意外？是啊，郭老也知道，善金局起火已不是1次2次了。龙朔2年和显庆4年的2次火灾，便是因火工玩忽懈怠，致使大火蔓延，善金局因而关闭1年之久啊。不错，本阁时任地官侍郎，当年重修善金局的款项还是本阁拨下的。是啊，郭老，这次烧得更惨了。重修是不可能了，怕是要重建喽。这上面有金银之绣，乃至4品上的官谱。恩师，这谱头应该是沙尔汉的。哎，大人，那是什么？陆大人，你看看这个。这是内侍省监制，出入善金局的腰牌，卑职也有1块。哦，这沙尔汉，看起来，沙尔汉果然葬身火海了。可惜这位金银器巨匠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，实在是令人惋惜呀。等等，恩师，您想到了什么？被烈火焚烧致死之人，通常情况下都是先被浓烟窒息而亡，其后才为大火所焚。这种死法无外乎2种情况：第一种，全身被火焚为灰烬；第二种，被烈火烧成焦炭模样，虽然面目全非，身体萎缩，却是可以看出人形的。不错，可你看看这具尸体，只剩下一副白骨，连人形都看不出来了。烈火不是毒药，没有腐蚀作用，它怎么可能把人的肉都烧没了，只剩下干干净净的骨头呢？不错，一般情况下，如果肉烧没了，骨头也就化成灰烬了。恩师，您这么一说还真是的，这废墟里的尸体似乎都是如此。说得很对，这善金局中的人似乎是先变成白骨，之后才遭烈焰焚烧的。好，走吧。
是。此事确实有些蹊跷。翟芳啊，你看看这把刀。大人，这是16位禁军统一配发的青钢腰刀啊！也就是说，此刀应该属于那些守卫单金局的南衙禁军。正是。哦，陆大人在。平素之时，守卫单金局的禁军应该在何处执勤？在单金局大门之外。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应该是范祝坊门前吧？正是。这就是。你们看一看，单金局大门与范祝坊相距有1箭之遥。陆大人刚刚说过，禁军是在单金局大门外值守。既然如此，他们的腰刀怎么会出现在范祝坊门前呢？你说呢，陆大人？确实有些奇怪，卑职想不出来啊。恩师，会不会是守门禁军前来救火，被烧死在范祝坊门前？哎，有道理。救火不需要腰刀，如果禁军们是因救火被烧死在门前，难道腰刀不应该在刀鞘里吗？那您说这是为什么？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单金局起火之前，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战斗。战斗？在单金局？不错。大人，您是说这里发生过战斗？岳芳，看看你手里的钢刀，刀锋之处有很多的小口子，很明显是2刀刀刃相撞留下的痕迹。不错。可国老，单金局在皇城之侧，怎么可能发生战斗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一切还是让事实说话吧。恩师，这是什么？你自己看看。是血块。不错，是血块，被大火烧成了焦黑色。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大量的血迹呢？大人说的对，这绝不是一场意外的火灾，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。废墟之中还有一般奇怪之处，不知道你们发觉了没？昨夜有府库送到单金局的100万两白银和10万两黄金在哪里？这对，100多万两金银，就是被大火融化成水，也会流得遍地都是啊。可你们看看火场中，却没有丝毫的踪迹。说得对极了。这些金银到哪里去了呢？难道会不翼而飞吗？恩师，您的意思是，有人突袭单金局，劫走制器用的金银，而后放火将这里烧成一片白地？什么？这并不是我的意思，是现场告诉我的。这怎么可能？
这怎么可能呢？善金局守卫森严，仅次于府库，怎么可能有人攻进来呢？你说错了，歹人并不是从外面攻入，而是早就隐伏于此。什么？早就隐伏在善金局内？正是。啊，父老，这就更不可能了。就连将座大监沙尔汗进入局内，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，就不要说那些歹徒们了，他们是不可能进到这里的。陆大人，就在几天前，有4名假车夫便化妆潜进了善金局，盗走了清运渣土的马车。国老，这是真的？虽然目前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潜入的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陆大人，主观臆断会欺骗你，积习会欺骗你，甚至你的眼睛也会欺骗你。因此，不要相信任何你看到、听到的东西。正太，你立刻将此物交于仵作，让他们查一查这东西究竟是什么。是。好，陆大人，在。命仵作严格检查废墟中的尸骨，尤其是要仔细检查骨饰之上有没有硬伤的痕迹。是。大人，这里有什么可疑的吗？岳芳啊，你看看这几张桌椅，位在墙边，由于墙面挡住了火炉，因此并未完全燃烧。然而，它们却都变成了碎片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倒像是打斗中被撞散的。说得好，大人，真的是被撞散的。否则怎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？安师，程太，安师，怎么样？仵作检验的结果，墙上的糊状物是人的血肉。啊，血肉，与我所见完全一致。国老，刚刚验尸官对我演讲，所有检验完毕的尸骨上都有明显的斗皮痕迹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说这里的人都是被杀死，并且踢成白骨之后才纵火焚烧的。事情与您所说的丝毫不差呀！一具具白骨，飞溅的血肉。现在你们应该明白，突袭善金局的凶手是什么人了吧？赫鲁的卫队，那支神秘的骑兵。不错不错，能将人踢成白骨，定是这些残忍之辈。安师，昨夜我们还谈到这个问题。你说北山和那些神秘的骑兵定会在神都有所动作，想不到今天就应验了。然而我们却没有想到，他们的目的竟然是要突袭善金局，劫夺制器用金银。是啊，国老，什么神秘骑兵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哦，陆大人，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。你立刻赶回内侍省，处理善后事宜，尤其是治丧幽府诸项，颇为繁杂，一定要事无巨细。是，卑职马上去办。岳父们，我想事情一定是这个样子。昨夜，沙尔汗及善金局内所有僚属全部集中在范主坊内。待押运金银的卫队撤离之后，早已埋伏在坊内的神秘骑兵突然现身，
残忍地杀害了手无寸铁的众官属。这一点从地上烧焦的白骨以及飞溅在墙上的血肉可以得到证实。不错。守卫大门的禁军听到局内的厮杀声，打开大门冲到范主坊前。然而他们根本没有进到坊内，就被埋伏在周围的神秘骑兵全部杀害。这一点从落在范主坊外的腰刀以及坊外的尸骨可以得到证实。杀死局内所有人之后，他们用火药点燃了范主坊，烧毁单禁局。可是大人，有几个问题。第一，看现场的状况，埋伏在单金局内的突勒骑兵最少有40-50人，如此众多的杀手是怎么能够潜入单金局的？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了。那4名假车夫是如何潜入的？北山又是如何能够来无影去无踪？车夫和北山毕竟只有几个人而已，说他们能够想办法潜入还有可能。然袭击单金局的杀手却多达数十名，卑职真的想不出，这些人是通过什么办法才能够进入单金局，而且还要在局内埋伏起来？没有家贼，引不来外鬼啊！有内奸？你们说呢？如果没有内奸引领，这些突勒骑兵走在大街上，恐怕都会迷路。更不要说潜入单金局了。有道理。但是学生以为这个内奸一定就是北山。与我所想一致。这个北山究竟是谁呢？他为什么总围绕在单金局周围？问得好。也许此人就是内侍省或者单金局的某位大员。元芳啊，你继续说吧，还有什么问题？第二个，昨天夜间，不过是府库送来制器用的金银，又不是什么大型典礼，为什么单金局所有僚属要齐集范住房内呢？问得好。刚刚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会不会是因为盂兰盆节将至？局内马上就要开工，因此沙尔汗才会命令全员等候。只需召集工匠即可，又为何要将车夫、杂役等人也集中起来？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有道理，这一点确实奇怪。还有，沙尔汗为何不循定例，将金银运往财库？而要在范住坊的大门前进行交接呢？曾太，是命洛州刺史府的衙役捕派，清理火场时要仔细搜查，一块砖、一块瓦也不要放过。是，学生立刻动手。元芳，你马上去请大将军王孝杰，请他率麾下前来帮忙。是。马上就去。此时，歹人一定已将抢来的金银转运出城了。
志在哪儿？让我再问第2遍。他没和我们在一起。远方，大人，小姐，他们便是乌勒志麾下的那支神秘骑兵。远方，你怎么知道？刚刚这2贼使用的刀法与乌勒志完全相同，只是速度稍差而已。他奶奶的，终于找到你们了！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，你们的主子赫鲁已经被捕，现正关押在天牢之中。如果你们说实话，待事情结束后，便放你们回突勒；否则，便是死路一条。说，否则老子宰了你！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你们突袭镇远隘口，残杀守隘军士，将他们踢成白骨。那些军士便是他的麾下。你们不说实话没有关系，我就将你们交到他的手里。你们想一想，自己会是什么下场？我他娘抽了你们的筋，扒了你们的皮！我们说，贱骨头！你们是乌勒志的手下？是我们是赫鲁太子的卫队，御风者。乌勒志将军是我们的首领。御风者？正是。御风者，大帅，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哦，御风者是一支神秘的骑兵，曾是沙漠中最彪悍的强盗，专门劫掠往来行商和各国使团。据传闻，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，从没有人看到过他们的真实面目。遇到他们的人都变成了沙漠中的白骨。几年前，御风者在沙漠中齐结突勒商队，吉利可汗派鹰狮追剿。自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御风者的名字。没想到，竟被赫鲁收为麾下。你们怎么会在铁勒的家里？铁勒，我们不知道谁是铁勒啊。赫鲁住在这里是吗？正是，我们是跟随太子殿下来到这里的。这里还有什么人？还有一个管家，叫李九。曾太，命衙役们搜查全院，找到这个李九。是。这一次你们来了多少人？50人。其他的人呢？只有我们2个跟随太子进城，其他的人都在城外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儿。上林村中的突勒人果然就是他们。你们到洛阳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只是跟随太子殿下，保护他的安全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你们2个为什么不跟随赫鲁和乌勒志离开洛阳啊？我们奉太子之命，在此守卫。押下去。是。走走。快走快走。走走。元芳啊，看起来赫鲁和乌勒志逃走之前就住在这里。铁勒与赫鲁是亲兄弟，定是他将房子让给赫鲁与乌勒志居住，自己住进善金局中。恐怕事情没这么简单呐。哦，大人的意思是，这里院落宽阔，房舍众多，就是再有10个人也住得下。铁勒有什么必要搬到善金局去住呢？再者，你想到过没有？铁勒是4品都尉，善金局的官员，有他住在这里，赫鲁和乌勒志岂不是更加安全？有道理。这里面恐怕是另有蹊跷啊。
还没动静。是啊，哦，李将军，有动静吗？没有。刚刚我潜入府内查看，发现原来放在后堂门前的5辆马车不见了。啊！隐蔽。上游村的5辆马车一模一样。留下2名卫士继续监视，其余的人随我跟上。你们俩留下，其余人跟我走。是。这。是有些奇怪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好像是北市。他们要去大车台。李将军，你看，马车拐弯了。跟上。就。
后园中的5辆马车不见了。正是。卑职寻遍后园，也没有发现马车的踪迹，于是便赶到后门，找到负责监视的张环。没说2句话，沙府后门打开，后园中那5辆马车缓缓地驶了出来。你能肯定是后园的5辆马车吗？与上林村的5辆马车从样子到颜色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继续说吧。车走得很慢，大约用了半个时辰，才来到北门的大车台。他们去了大车台。正是。1刻之后，卑职潜入暗中监视，看到上林村来的5辆车与沙府后园来的5辆车并排停在最后的一进院子里。待了大约1盏茶的时间，新到的5辆马车离开大车台，在城中绕了个圈子，又回到了沙尔汉府。那上林村的5辆马车呢？仍然停在大车台，张环率卫士在那里监视。沙府之事真是愈演愈奇呀！5辆马车招摇过市，在大车台停了一下，又驶回沙府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卑职也觉着纳闷儿。元芳，你马上命人传令，负责监视的所有卫士要睁大眼睛，绝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。卑职马上就去。上农村的马车出来吗？没有。队长，你们是哪儿的呀？我们是西市李家绸缎庄的。出城做什么？到开封办货。哦，那车上有什么呀？什么也没有，是空车。空车，检查。是。检查的仔细点啊！是。检查过了没有？哦，那边呢？检查过了。
车都走光了，我数着呢，走了46辆。你睁大眼睛在这盯着，我进去看看。是。关门！带走！走！跪下！我们又见面了。大人，不知为何将小人捆绑在此啊？塔克，本阁让你见个人，见到此人之后，看看你还会不会问这个问题。参见国老。铁大人啊，这个人就是你被囚禁期间顶替你在善金局当差的贾铁勒。塔克，还有几个人，也许你想见一见。曾太，带上来！快，快来！来！大人。啊，乐师啊，你看看他。是你？是他，大人的。乐师，你们仔细看一看，哪个是银匠们的雇主啊？4个问题。第一，沙尔汗在哪儿？就是他。第二，御风者在哪儿？第三，失踪的银匠在哪儿？第四，钟氏为何不见了？大人的话小的听不懂啊。好吧，这个人就交给你们了。我才说呀，大人。本阁在听。他们都在后堂下的密室中。上次，本阁曾经检查过那间密室，并未发现任何异常。塔克，你不是在有意撒谎吧？真的没有啊，大人。府中的密室是一个可以转动的大圆盘，消息是在后园外小桥旁的一座假山之中。机关分为几层，第一层是掩护用的。你们那天突然来到，我只得暗中启动第一道机关。沙尔汗、御风者、银匠和夫人分别在2、3、4层中。打开机关，头前带路。是。怎么样？机关已经启动了。有人救咱们来了！娘子，相公，
都带出去吧！啊，是。好了，来，跟我来吧！这样，命众军做好准备，第3层就是沙尔汗和御风者。是。上。快！准备！放箭！大帅，怎么了？立刻命令塔克打开通往善金局的密道。是，走。什么声音？不知道。换上这些卫军的衣服，从善金局废墟的出口出去。好。为什么让我们守在这里？耐心等候啊！这……哎，都怨我没有早想到这条路，白白的损失了这些军士。奶奶的，我就不信他们能跑到天上去！弟兄们，集合队伍，给我追！是。走。没有什么可谢的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但叫百姓无恙，便是对我们这些当官的最高的奖赏了。啊！大人，若是没有您，我夫妻2人恐怕再无见面之日了。大人，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，大家给大人磕头啊！磕头啊！起来，起来，大家请起。叫大家起来，啊，快，扶大家起来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啊，起来吧！谢谢大人，起来吧。啊，失踪的银匠每家激发补偿费50贯，明日到刺史府领取。啊，当时啊，带大家回去吧。是。啊，大家都跟我来吧！啊，来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，来，走吧，啊，到这边来，啊。失踪的银匠们找到了，总算是卸掉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啊！是啊，只可惜让沙尔汗和御风者逃走了。此事甚为可虑，要尽快将这一干恶贼擒获，否则天下不宁啊！对了，恩师，衙役们搜遍府中，也没有找到钟氏的下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已经遭遇了毒手？曾太，命衙役们继续寻找。是。你们
继续搜查。是。恩师啊，今日你怎么突然决定要查抄沙尔汉府啊？因为一切已经成熟，无需再等了。哦，可昨日你还说过要耐心等待呀。一个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，令我将发生的一切全部串联了起来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是什么事件？不瞒您说，学生至今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。昨天夜里，沙尔汉府中驶出了5辆马车，这5辆马车我们非常熟悉。就是原来停在这门前的那5辆双层车厢壁的马车。正是。这5辆马车从外形到颜色，都与上陵村驶来的5辆马车完全相同。不错。这5辆马车驶出沙尔汉府后，来到北门的大车台，在那里待了大约1盏茶的功夫。随后跟踪的元芳亲眼看到10辆一模一样的马车并排停在一起。恩师，找到了没有？南亚禁军搜遍全城，没有找到沙尔汉和御风者的踪迹。不应该呀，他们人数众多，目标很大，怎么可能找不到呢？难道他们还有别的落脚之处？大帅，末将率部下搜查西市，在三仙观里找到了这个。这名帖是在西市找到的？正是，西市的一座叫三仙观的小堂子。曾太，叫如燕来，我们去西市。好，我也要去。公主啊，国老，叔父，公主说闲着没意思，想找您聊天。公主啊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有些危险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待老头子办完事回来，再陪您聊天啊。我才不怕危险呢！国老，您要是不带我去，我就窜房越级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又跑了。您还得找我。叔父，就带他去吧，有我呢。好，事不宜迟，立刻出发。包围三仙观！快跟上！快！这里我来过。你来过？当时我弟为了找到我，率人搜查西市，我逃进了这里。你什么？
我看到有2个穿黑斗篷的人走了进来。这2个人在这里说了很长时间。他们都说了什么？说要杀死你。昨夜你说有人要杀死狄公，就是在这里听到的。他们还说了什么？别的我不太记得了，因为我听说书的经常讲狄仁杰这个名字，所以他们说你，我才记住的。哦，对了，先前来的那个人，管后来的那个人叫南山。南山。公主，你听错了，是北山吧？不是，叫的就是南山。还有南山。沙尔汉是北山，这南山是谁？南山。南山。狄大人回府。恭送大人。啊，大家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是。狄福啊，狄福，灯怎么灭了？狄福，没想到我会来，还是没想到我敢来。你为什么要来？因为你呀，只有你才能让我安全离开洛阳。这一点的确不假，但是我很奇怪，知道这个的人只有寥寥几个。我能问一问，是谁告诉你的吗？哼，你是个好奇的人。南山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南山？他是你的联络人，你们都是赫鲁的帮凶，对吗？你真的很了不起。如此繁复的案件，几天的时间你便弄得水落石出。这世上恐怕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有你这样的能力。说句实在话，我也很佩服你，行事精谨缜密。如此一个连环相套的大阴谋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破绽。只是我有一个问题。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提前2个月将银匠们集中起来？又为什么先将他们带到上林村，而后再返回？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？那是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情让他们去做。哦，什么事情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。那么我能知道你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突袭闪金局，抢劫制器用的金银吗？难道
只是为了钱。那可是一大笔钱，我需要钱。为了这100多万两金银，竟然不惜残杀数以百计的生命，竟然忍心将美轮美奂的善金局夷为平地。我看这里面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吧。不错，你的判断非常敏锐，说的一点不错。但还是那句话，你不需要知道。你只要知道必须立刻将我们送出城去这一点就足够了。恐怕不可能。是吗？我的心情不好，不要激怒我。给我上！看起来我没有选择了。说得对极了，因为你也令我们没有选择。好吧，我送你们出城。非常好，我喜欢这种态度。你想把他怎么样？当然和我们一同离开。她可是我的妻子。好了，国老，立刻让家人备马。记住，不要耍花招，否则休怪我杀某无情。走，我们走。国老啊，怎么要出城？当然不是。你不想活了？叫他打开城门。众军显神，请打逆贼！
燕姐这么厉害，真了不起。拿下！走，走！太厉害了！二队把守四围。走！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你早就知道我会去府中找你。大将军王孝杰在西市的三仙观找到了我留给钟氏的名帖，这令我感到非常诧异。在搜查三仙观时，公主无意间说起她逃亡之时，曾看到2个身穿黑斗篷的人在那里接头，其中一人称另一人为南山。联想到放在三仙观中的名帖，我立刻想到了你。全城戒严之后，你一定与南山取得了联系。他告诉你，圣上与我变异行事之权，只有挟持我为人质，才能够将你们安全送出城去。于是你便使用了调虎离山之计，故意留下名帖，引我前往三仙观，而你们则在南山的掩护下潜入我的府中，守株待兔。不错，想通了这一点，我立刻命令曾泰持我大令，调集南衙进军，而如燕则来到城门等待追回银马车的李元芳，让他暂且不要回府，在此埋伏。什么？你知道了银马车的秘密？当然。老实点，站好了。老实点。请大将军验看马车。张环在，带上10个人把马车抬起来。是，是。来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李将军，抬不动啊！闪开，撤！果然是银马车。现在银马车应该已经回到了洛州刺史府。查尔汗，圣上待你天高地厚之恩，你竟然做出这等禽兽不如之事，真是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而今事情败露，而已成过街之属，可笑你还不思悔过，竟然挟持宰相，意欲逃出城去，继续奸谋，真是不知天理昭彰。听我好言相劝，立刻将奸谋和盘托出，众出同党南山，或许尚可开脱一二，否则一旦天威降临，儿就是粉身碎骨。想从我的嘴里套出真情，你休想！晋黎大，沙尔汗今日落入你的手中，开刀便了。你可真是嚣张啊！可能你没有想到，我命孝杰
进宫请来了圣上，观看这场好戏。有话，你就和他老人家说吧。有请皇帝陛下。怀英，今夜的事情朕都看到了，你果然没有说错。沙尔汗，你这个逆贼，辜负了朕的信任所托，拿着朕对你的宠信当做阴谋的筹码，真是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我来问你，朕对你天高地厚之恩，你为何要行此悖逆之事？陛下，就不必多问了，臣只求速死。你，来人！将此贼乱刀分尸，剁成肉泥。是。请陛下息怒。怀英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沙尔汗身上还隐藏着一些秘密，事关两国合议，能否待臣审理完毕后再行处置？也罢，你半月之内连破其案，劳苦功高，此事便由你来处置吧。臣遵旨。师傅，夫人，过来。你还好吧？这个人，他不是我丈夫沙尔汗啊！你说什么？这个人不是我的丈夫。狄仁杰，你的末日就要到了，就要到了！掰着手指都能算得出，你会比我死的惨10倍、100倍！哎！抓住他！站住！站住！他死了。大人，他将毒药和纸条一起塞进了嘴里。洛阳东120里上。夫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郭老，昨天夜里，我从您府中回到家里，这几日你好像很忙啊。谁？你是谁？你是人是鬼？你说呢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。你没死。是的，我没死。最近
你似乎和敌人劫走的痕迹。狄公果然没有说错，你就是善军局血案的罪魁祸首。是的，他说的没错，但你做错了。你不该引他搜查后花园，更不该将我们的事情告诉他。你做错了事，要付出代价。你不是沙尔汗。怎么？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你不是我的丈夫。因为我的脖颈上没有那颗大黑痣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太可怕了，真是太可怕了！我的丈夫竟然被换掉了，我竟然和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起。大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又是人皮面具？大人，好，元芳，曾太，验尸的结果怎么样？让验尸官说吧。经检验，死者脸上肌肤骨骼均属真实，并没有人为改造之迹象。你辛苦了，下去休息吧。是。大人，想不到案子破了，事情却越发的扑朔迷离了。铁勒曾经说过，阴谋的核心是针对吉利可汗和我的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此案还远远没有结束。我们刚刚破获的银车大案只不过是个序幕，真正的阴谋还没有开始啊！还没有开始？假扮沙尔汗的人是谁？真沙尔汗在哪里？他们又为什么要换掉沙尔汗？从假沙尔汗的口中抢下的纸片上，有几个字尚可辨认：洛阳东120里上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然而，这一切都随着假沙尔汗的死变成了谜团。但是，直觉告诉我们已经处身于一个巨大漩涡的中央。只要我们行差踏错，它便随时可以将我们吞噬，将我们撕成碎片。